你有冇試過，當你同朋友講唔好意思啊，我呢排唔得閒帶你周圍去玩喎，或者我架車壞咗，車唔到你周圍去啦，突然啲朋友就會人間蒸發。喺退休之後，我見證咗好多真摯笑容背後，其實只係想攞一張免費食宿連司機嘅優惠券。講真，當你享受緊呢啲被人需要嘅感覺，呢種真亦假時假亦真嘅關係，究竟係聰明嘅人生妙策啊，定係慢性感情感透支呢？大家好，之前呢就同大家傾過真心朋友同埋利益關係嘅分別。最近我有個台灣嘅朋友呢，就同我傾起一個情況。佢話有啲識咗幾十年嘅舊同學啊、舊同事，過往呢都好少聯繫嘅，大家都唔係好明白對方嘅生活。但係知道咗佢去台灣之後呢，突然就好熱情咁揾佢，話過去探佢啦，可唔可以去佢屋企住啦，仲可唔可以車佢哋周圍玩啊？我朋友 Alice 就問我啦，呢啲會唔會淨係將佢當成咗免費嘅旅遊資源呢？呢個問題係值得我哋深思一下嘅。今日我哋就嚟傾下呢一個問題啦。首先，我哋要明白，所有嘅人際關係都會涉及某程度嘅互惠嘅。問題唔係有冇利益交換，而係呢一種交換係唔係平衡，係唔係健康。真心朋友嘅互惠係自然流動嘅，唔會計算得好精確、好精細。你幫下我，我幫下你，大家唔會計較咁多嘅。好似李生同張生呢，以前係同事嚟嘅，間中都會出嚟見下面。而家呢，就分別住喺泰國同香港啦。好多時候李生呢都會飛過嚟探張生，仲會特登買一啲香港嘅食物過嚟，同阿張生一齊食，一齊傾偈，好開心嘅。佢哋會傾下香港嘅轉變啦，同埋泰國嘅生活。張生熱情嘅款待，而李生亦都會主動請佢食飯。佢哋嘅關係唔係話邊一個請邊一個食飯，邊一個招呼邊一個，而係佢哋好着重共聚嘅時光。呢種關係係建立喺一種信任嘅基礎上面嘅，唔會太過斤斤計較，因為佢哋好相信對方，只要對方能力範圍內呢，都會互相支持嘅。相反，利益關係通常就係單向嘅索取啦。佢哋對你嘅友善，只係因為佢喺需要嘅時候先出現，而且喺索取完之後，熱情就會慢慢減退。返到去 Alice 嘅例子啦，如果佢嗰啲老朋友平時都冇乜關心過佢，亦都冇話傾下心事，突然之間去揾你呢，你就要諗清楚啦。我朋友陳伯呢就親身經歷過，佢移居咗去泰國之後呢，突然就收到好多朋友嘅電話，好多呢都同佢講話想嚟泰國旅行啊，可唔可以住喺佢度啊？陳伯都好開心嘅，就諗住一啲舊嘅朋友又可以重新再見面啦，再相聚啦。結果招待完一班之後呢，佢發現班朋友全程都當佢係導遊，當佢係司機，要佢揸車去一啲偏遠嘅景點。但係陳伯嘅年紀其實都唔細㗎咯，長途車對佢嚟講其實係好攰㗎。第二年呢啲朋友又再揾陳伯，就同佢講：我哋計劃又嚟泰國啦，你邊個月份得閒招呼我哋啊？呢種關係好明顯就係功利主義啦，利益導向啦。
真正嘅朋友會有一種時間持久性嘅，就算唔係成日聯絡，唔係成日見面，佢哋都會關心你嘅生活，關心你嘅近況，唔會喺需要嘅時候先至出現。我識得一對退休嘅夫婦，搬咗嚟泰國之後呢，佢哋有幾個老朋友就唔可以經常見面啦，但係佢哋會定期會視頻傾偈嘅，了解下對方各自喺唔同嘅地方嘅生活啦，近況係如何啦，身體點樣啦，有陣時都會寄一啲當地嘅特色食物俾對方嘅。當佢哋要探訪嘅時候，都會問下咩時間方便啊，而唔係單方面提出要求。呢種朋友之間嘅時間投入係分散而持久嘅，而唔係集中喺索取期。相反，利益關係嘅時間投入係高度集中喺有所求嘅階段。好似 Alice 呢個例子啦，朋友可能喺退休之後根本都冇乜聯絡嘅，而知道佢移民之後就突然出現，而且熱情直線指數上升。當佢哋旅行完之後佢哋又會熱情減退啦。有位退休移居咗去清邁嘅黃生就分享過呢個經歷。佢有啲朋友都好少見面噶啦，但係知道佢喺清邁有一間靚屋之後，每年都會聯絡佢，要求佢去屋企嗰度住宿。最誇張嘅一次就係一家大細6個人嚟咗，住咗1個星期。呢種分時段嘅投入感情模式就係短暫而功利嘅。例如有啲朋友想嚟探你，要求你每日車佢去唔同嘅景點啦，但係佢哋唔會考慮下你退休之後其實都想過一啲休閒嘅生活㗎，或者我哋嘅身體狀況係唔係適合長時間揸車呢？佢哋可能會好表面咁問下你最近點樣啊，適唔適應啊？但係佢哋真正關心嘅就係邊度有嘢買啦，邊度有好多特產又平嘅嘢買啦，邊度可以打卡啦。呢啲朋友根本都冇真正關心過你嘅生活或者係你嘅狀況，而係將你簡化成為當地資源。真心嘅朋友相處互動嘅內容係好多元化嘅，你哋會傾下生活啦，傾下健康啦，傾下自己嘅家庭啦，分享下退休之後嘅喜悅或者係挑戰啦，會討論下將來會有咩計劃呢？即使係探訪對方，都唔會對對方純粹當係旅遊顧問，而係會珍惜共處嘅時間，交流彼此嘅生活故事，而唔係淨係傾一啲好表面嘅話題。我有個喺芭提雅嘅朋友，每次有啲老友嚟探佢我朋友就會出去同佢啲老朋友去食飯啦，甚至會去海灘傾下偈，分享下退休嘅生活點滴，傾下心事，而唔係淨係叫我呢個朋友車佢哋周圍去各地嘅景點咁樣。雖然佢嘅老友有陣時都會想去一啲特色嘅地方嘅，但係佢哋注重嘅都係真心嘅交流，而唔係旅遊服務。而功利性嘅關係對話主要就係圍繞你可以點樣幫到我呢？例如有啲人知道你喺某處退休之後，突然間就聯絡返你，內容主要就係圍繞邊度有嘢平賣啊，你可唔可以幫我安排呢個景點啊？你可唔可以車我去某個城市啊？又或者你可唔可以幫我去揾一啲又平又靚嘅住宿啊？有一位退居咗去華欣嘅朋友分享過，佢朋友過嚟每一次都係過嚟住佢間屋嘅，而又冇問下佢呢排心情好唔好啊，身體好唔好啊，淨係不斷問佢邊度有特價嘢買啦，有平嘅紀念品啦。臨走之前仲叫我呢個朋友幫佢攞啲手信返香港。佢嘅朋友話：你反正都有親戚朋友會返香港㗎啦，順便幫我帶咯。呢
種互動呢，本質就係將對方工具化，而唔係真正嘅人際交流。退休移居外地唔係代表我哋要變成免費嘅旅遊顧問、司機或者酒店。真正嘅友誼係雙向嘅，無論距離幾遠，都會保持互相尊重同埋連結。我哋每個人嘅時間、精力同埋退休之後嘅空間呢，都係好寶貴嘅，值得投入喺我哋真正珍惜我哋嘅人身上。識別真心朋友同埋利益關係，唔係為咗變得冷漠，而係為咗保障自己得來不易嘅退休生活品質，俾自己真正嘅友情有更多嘅空間。所以如果你下次再收到一啲老朋友嘅邀請，不妨問下自己，佢哋係真心想同你聯繫啊，定係只係想搭你嘅順風車？或者你下次可以試下咁同朋友講啊，你嚟探我呢，我好歡迎嘅，我會出嚟同你食飯，但係我屋企呢就唔方便俾你住啦，我亦都冇辦法車你周圍去玩。睇下對方嘅反應，佢嘅反應就好清楚去顯示咗你哋呢段關係嘅本質。利用型嘅朋友通常都會有以下嘅反應嘅。突然間可能失去興趣咯，咁啊，咁我再諗下先啦。咁啊，或者我到時過嚟睇下點搵你啦。嘗試去說服你改變主意。哇，你嗰邊酒店咁貴，我哋識咗咁耐，你收留我幾日啫，都冇咩所謂啦。情感勒索你，好明顯嘅失望同埋憤怒。我仲以為我哋係好朋友添，你咁樣對我嘅？將你嘅拒絕當做係背叛，咁我問下其他朋友可唔可以收留我咯？咁就好明顯，佢唔係想見你啦，而係只係要你嘅服務嘅啫。有位移居咗去清邁嘅鄧先生呢，就同我分享過佢嘅經歷。當佢開始呢婉拒免費住宿同埋呢個司機服務之後呢，有一半嘅朋友就唔見咗。甚至有一個老朋友就直接同佢講，咁我哋嚟清邁做乜嘢啊？我可以去第二度啦。係咪好清清楚楚表明咗呢一段關係嘅真相呢？我朋友林生移居咗去蘇梅島呢，就有一個好正面嘅體驗。佢同同事講自己而家住個地方好細，招待唔到朋友。呢位同事呢，二話不說就話，冇問題啊，我會自己去訂酒店同埋租車嘅，但係我真係好想見你，好想同你食飯。結果佢哋見面嘅時候呢，呢位同事就帶咗林生最中意食嘅港式甜品過嚟，同埋一張呢佢哋後生嘅時候做同事嘅時候嘅合照。兩個人傾得好開心，好投緣。真正嘅友誼唔係建立喺我可以喺你身上得到啲乜，而係我哋可以點樣互相支持、互相鼓勵。當你移除咗免費住宿同埋免費司機呢一啲表面價值之後，你就會清楚每一段關係嘅真相。或者可以咁諗，當你唔再做免費嘅民宿老闆同埋私人司機嘅時候，你就會有機會做返自己，同真正欣賞你嘅人去聯繫。所以下一次如果有朋友話要嚟探你嘅時候，不妨試下呢個小小嘅測試啊！你可能會好驚訝，有一啲對你嘅興趣會隨住利用價值而消失。從某一個程度嚟睇，俾人利用某程度係一種被需要嘅感覺嚟嘅。退休之後，好多人最大嘅恐懼呢，就係覺得自己冇用啦，冇價值啦。當你有能力可以俾到住宿人哋，做人哋嘅導遊嘅時候，都會有一種被需要嘅感覺嘅。我另一個住喺台灣嘅朋友呢，就曾經同我講過，我寧願自己被利用，都好過每一日對住4幅牆，同老公你眼望我眼，又冇話題。至少朋友嚟到嘅時候呢，我同老公呢就少啲鬧交，我亦都可以感到自己有價值、有存在感。
人生喺呢個世界呢，都唔係一定要樣樣計得咁清楚嘅。有時候呢，就算知道對方唔係咁單純都好啦，但係只要你嘅感覺良好，各取所需，又何樂而不為呢？特別係退咗休移居海外嘅朋友，身邊呢可能本身已經係比較有限嘅圈子，如果仲執着喺呢個人係咪真心啊，咁就有可能令自己嘅社交圈子更加細啦。咁就要睇你着重喺邊一方面啦，係朋友付出嘅真心誠意，大家嘅誠懇對待，定係你可以喺朋友中得到價值同埋存在感啦。好啦，今日我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好多謝你嘅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